是我觉得这3种面试里面最为困难的一种面试类型，可能让对方就是让面试官有一点点不太耐烦。嗨，大家好，我是 Iren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那这个月呢，就是我刚搬进了新家，现在一切好不容易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才开始有时间可以拍摄我的第2支影片。那今天这支影片呢，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温哥华找到打工的过程还有心得。那前面第1支影片我有稍微提到，就是我得要等拿到新的签证之后，我才可以开始合法工作。那原因是因为我原本的那张签证上面的效期是错的，就是比我预计的时间还要再少了整整1年，然后又再加上那张错的签证再寄来的时候，不小心被我的寄宿家庭给退还回去给政府，所以整个情况都变得稍微有点复杂。反正事情处理的结果就是政府他愿意修正我上面签证效期的时间，然后同时他们也愿意重新寄送新的签证回来给我，所以我现在才可以开始工作。那在这个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我的学校跟我的代办一直都有在积极的帮我介入处理，所以这整件事情才可以顺利的然后快速的被解决。我在这边要好好谢谢我的学校跟我的代办。好，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的重点会放在我在找到打工之前呢，我所遇到的有哪些类型的面试，那以及我在面试的过程里面，我被问到了哪些问题，还有我开始工作之后呢，我跟我的同事啊，跟客人之间互动的过程里面发生了哪些有趣的经验。那还有最后会分享一点点我稍微体验到这边跟台湾职场文化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全部都会在这支影片跟大家做分享。那有兴趣的话呢，就欢迎继续收看下去咯。好，那开始找工作之前呢，我先设立工作目标。那至于工作目标怎么设立，这个就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太一样。像我本身就是有一点金钱焦虑的人，然后又再加上当时我的其他同学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打工了，所以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赚钱。然后特别是找有小费跟公餐的工作，比如说像是餐厅或者是咖啡厅的服务生。找工作的方式管道不外乎就是投履历嘛。那投履历的话，我就是分别在 Indeed， 然后 LinkedIn 啊，或者是 Working， 然后甚至第4种方式就是用我的 networking， 就是周遭的朋友，如果他们已经开始工作的话，问一下他们所在的职场有没有还有任何的职缺，那方不方便介绍我进去这样子。大概我就是这4种方式。那海投履历之后啊，就会收到面试的邀请嘛。像我第1种遇到的面试类型就是 job fair。job fair 的中文意思就是就业博览会。那它就是一个提供雇主跟我们求职者之间有一个直接可以面对面交谈的活动，通常都会有学校或者是企业自己本身举办。那我参加过的刚好就是学校举办的跟企业自己举办的2种。学校举办的那个就是学校会去联系所有招聘需求的公司，然后把活动设立在比如说饭店的大会议厅里面，那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公司的摊位，那我们这些求职者就可以携带我们自己的履历，然后去我们有兴趣的公司摊位进行面谈。那这些公司不一定会在当下做即时面试，可能有些有，有些没有。那有的话呢，你面试完之后如果在当下没有告诉你面试结果，他也会在几周后再告诉你面试的结果。然后另外一种不面试的，就是他就是单纯提供他们目前在招聘的工作机会的业务内容的资讯，然后或者是他们公司文化的资讯，就是分享给你，然后让你初步可以去判断这间公司跟这个工作机会是不是有符合你兴趣的。好，那再来还有一种就是我参加的是企业自己本身举办的 job fair。我参加的是温哥华滑雪场举办的，因为他们通常在冬季来临之前呢，他们需要招聘大量的新员工。招聘的工作项目不外乎就是滑雪教练啊，然后缆车操作员、票务检查员，或是餐饮服务生等等等等。因为要招募的职缺种类太多了，所以通常都会由滑雪场他们自己去举办一次 job fair， 然后去应征他们需要的人才。那我那天参加，我人到现场，我就是先填写完基本资料，然后还有填写我想要应征的工作项目。填写完之后呢，我就是在旁边就是等待。那等到他们叫到你的号码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去面试。那面试的话，面试官通常就是你那个应征单位的 supervisor 或者是 manager， 然后来进行面试。好，那滑雪场的那场 job fair， 我在面试的过程里面就有遇到一些情境的面试问题。
像我应征的是餐饮服务员嘛，然后我那个工作是需要碰到油锅的，因为是需要去炸东西的。所以在一开始简单的自我介绍完之后，他就问我会不会怕烫，然后会不会怕被油锅就是的油泼到，然后他还问我就是在餐厅现场如果看到很多的客人的人潮，我心里会不会觉得有压力，会不会觉得就是焦虑、焦躁这样子。然后还有如果客人他有客诉我们的服务或者是食物品质不好，你会怎么去处理？然后再来还有问我，如果需要临时调动你到其他岗位工作，比如说去收银啊，或者是去他们另外还有咖啡厅去做调饮，我会不会排斥等等这些问题。好，那我第二个有遇到的面试类型就是 walk in， 然后直接在现场做面试。那因为我前面已经有第一次 job fair 的面试的经验，所以这一次我就没有像之前第一次那么紧张。那我就是带着我的履历，然后我走进餐厅的柜台，跟他们说，就是我在网站上有看到你们有招聘的需求，那这个是我的履历，那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可以转交给你们负责的 HR 或者是你们的经理？那希望能有进一步面试的机会，这样子。那天刚好就是值班的经理在，所以我在现场就是直接做了面试这样子。那面试的问题没有像我第一次去滑雪场面试的问题那么的就是有难度，他大概就是简单的问我可以上班的时间，然后我的工作签证的时效到什么时候，然后之前有没有做过餐饮的相关的服务的经验，那有的话是多久，就大概这种比较简单的问题这样子。好，那我遇到的第三种面试类型呢，就是电话面试。然后电话面试就是我在投完履历之后，对方就会发送 email 过来跟我约可以做电话面试的时间嘛。那电话面试呢，是我觉得这三种面试里面最为困难的一种面试类型。为什么我说它困难呢？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跟对方讲电话，电话上那边的杂讯很多，然后声音会是糊糊的状态，所以我对于对方讲的话或者是他问的问题，我有时候不是那么确定。然后中文都会有时候有这种问题了，更何况是英文。所以我那时候在英文面试的时候，我花了一点时间，一直不断重复的跟对方做确认，他要问的问题是不是我所说的那样子。所以这中间有耗掉一些时间。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想要确定好对方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的这个动作，可能让对方就是让面试官有一点点不太耐烦，就是我自己感觉啦。所以这还是我说为什么电话面试有点困难的原因。然后再加上电话面试啊，我们看不到对方的嘴型，所以不像我们直接面对面跟对方做交谈，有时候讲英文我们可以稍微就是观察一下对方的嘴型，去猜测他想要讲的那个确切的单字是什么。那电话就是完全都看不到，然后声音也糊糊的，然后很多字其实我听到它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得花时间跟对方不断的重复确认。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那一场面试整体下来，我的感受可能包含连面试官的感受都是不太好的这样子。那这场电话面试呢，他问我的问题，我觉得也比之前遇到的所有面试的难度还要再来的稍微高一点。他就先要求我做1分钟的自我介绍嘛，在电话上。那做完之后呢，他就问我，我觉得所谓的客户服务定义是什么？然后他还问说，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让客人一直重复来我们餐厅消费？然后再来，他还有问说，你觉得什么叫做好的客户服务？然后如果今天有遇到客人的客诉，要怎么处理？就是他问的问题让我觉得那个范围好像稍微比较广一点，他没有是真的针对某一种特定的情境下去问，就是问一个大概一个就是大方向的概念。然后他还问我就是之前在餐厅工作的内容大概是哪些，然后我在之前的餐厅有没有做过开班或者是收班的这些工作，然后还跟我确认我可以上班的时间，大概是这样。他中间讲话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所以我不断的跟他重复确认问题的内容。那他就是会有时候他会回我说，这就是我刚刚在问你的啊，你问我我也不会知道答案是什么。然后他还讲说，这我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吗？然后或是这就是我刚刚在跟你讲的啊，就是大概
我在跟他确认问题的时候，他都会回我这些内容，我就会有点尴尬的，就是笑笑的带过这样子，所以让我觉得那场电话面试其实稍微有一点点高压这样子，但整体来说不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我在这之间就是好像真的可以体会到，对方是有在认真帮我当做是 native speaker 的那种程度来进行面试的。那我目前的这份打工呢，其实是靠第4种方式，就是请我的好朋友帮我转介绍。那因为我前面在等待那些面试的结果的过程中太煎熬，我真的不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所以在等待的同时间，我也不断的在问我周遭的好朋友有没有就是适合我的工作机会可以帮忙介绍给我。那因缘际会下呢，就是很谢谢我的好朋友 Andrew， 他帮我介绍了这份餐厅的工作。然后我现在在这个餐厅工作2个月，我每天都很开心。然后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同事，然后我还甚至认识了很好的客人，就是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幸运的事情。那我想要分享一些，就是我在餐厅打工之后所遇到比较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第一个的话就是歧视问题。我们在一家餐厅工作啊，而且尤其又是在国外，其实你基本上就一定要强制使用英文来服务客人。那为什么会说歧视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觉得，对方长得像是华人，所以他一定会讲中文。那我用中文去跟他沟通，去服务他，那应该没关系吧？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会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第一个是他会觉得你单用外表来评判他的国籍，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然后再来，不是所有会讲中文的客人，他们都喜欢用中文跟你沟通，有的人就是习惯讲英文。所以你在国外，如果你还用你自己先入为主的语言去跟对方做服务的话，这会很容易让对方误会你有歧视的倾向。那像我之前就是有服务过一次客人，然后那次的经验是我直接用中文问他说有没有对任何食物过敏，然后他突然回我说就是他不讲中文，然后那一刻我才突然吓到，然后意识到说我怎么会突然用中文去跟他做沟通，就是然后害对方有一点就是不开心。所以那当然之后我是有非常诚挚的跟对方做道歉，那也让我就是对这个歧视的问题更加印象深刻。就是之后在服务客人的过程里面，我一定会就是强迫自己完全使用英文，除非今天是客人愿意他要求你说要使用中文或其他语言沟通，才可以去讲其他的语言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我观察到比较不一样的文化是，这边的客人都很喜欢被服务生关心。我所谓的关心就是你去问他说今天餐点的味道如何，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然后或者是今天的用餐体验是否还满意，就是这一类关心的问题，你只要主动去询问客人，客人通常都会很乐意给你回馈，而且他们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备受关心。那其实我一开始在打工的初期，我是很抗拒去问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很害怕去得到负面的反馈，因为我怕听到答案之后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有一点却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可是在餐厅工作就是不行，你一定要逼迫自己主动去问客人这个问题。那问了就是得到了很多不同的回馈，我开始觉得问这件事情对我们餐厅来说，甚至对我们服务生来说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回答就是两大类嘛，一个就是正向回馈，跟你说今天一切都还 OK， 然后或者是他会说他特别喜欢哪一道餐点。然后负面的回馈的话，就像是他觉得餐点的口味哪里还可以再做调整，那或者是他觉得用餐的环境，比如说太脏乱啊，或者是灯光不够亮，或者是音乐太吵，这一类等等的反馈，其实听到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些反馈其实并不难处理耶。因为如果是餐点的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反映给厨房；那如果是餐厅环境的问题，那你就是马上去做调整。音乐太大声，那就关小声；灯光不够亮太暗，那你就调亮；然后太脏，环境太脏，那你就去清洁，这样子就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太困难的解决的方式。然后再来，如果是针对服务的态度或者是服务的细节，哪里还可以再做改善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服务生来说是好的，因为你就可以马上被点出来哪一个地方可以再做加强。
那我们可以调整之后，其实对后面进来的客人都是就是双赢的状态，因为我们服务做得更好，后面进来用餐的客人他体验的感受也会更好。那其实到后面你就会知道，关心客人这件事情并不是坏事。它对于我们整个餐厅的水准，还有对于后面进来用餐客人的体验，它都是正向的，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是不要怕去问客人问题，就怕你什么都不问，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加拿大的小费文化。我们都知道加拿大餐厅的服务生，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靠的是小费，而不是时薪，因为他们通常领的时薪都是法定的最低时薪。那所以小费对服务生来说是很重要的。那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是真的很偶尔才会遇到客人他们不给小费。那其实餐厅的服务生是有权益去询问客人不给小费的原因。那根本的逻辑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跟我上一个提到的状况一样，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就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哪些疏漏，或者是哪些缺点可以去做修正、去做改善的。那就依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通常我问到的答案都是：第一个，客人他们不知道刷卡机上面的小费金额要怎么去按，然后再来就是客人不喜欢我们的餐点口味。他可能觉得牛肉吃到太多的筋，他不满意。然后再来，我还有遇过客人，他们觉得小费这种东西是依照客人自己能力去决定要给予多少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要不要给我们小费这样子。那得到的答案会是各式各样。那如果今天客人的反馈是针对你服务上面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去做调整。那问客人不给小费原因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不好，就是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然后去改善，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给客人这样子。然后最后我想说的是，因为我目前就只有在餐厅打工，所以我就餐厅工作的经验来谈。这边的文化就是鼓励服务生勇敢拥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你喜欢跟客人 social， 那你就尽力去跟客人 social。那如果你是喜欢把服务的细致度做到最高的那一种服务生，那你就是去把服务的细致度做到最高。那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在特殊节庆有特殊装扮，然后让客人开心愉快的那种服务生，那你就去做你自己。反正在这边我体验到的跟台湾不太一样的文化是，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拥有自己的个人特色，然后去做自己的工作，只要不是在违背提供最好的服务品质给客人的前提下，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去做自己。然后我在这间餐厅工作，我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像是我们内外场的同事，还有我们餐厅的常客。那像我的这间房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场师傅他介绍给我的房源，我真的超级感谢他，因为我对这间房子超级满意。他有免费的，也不能说免费，就是他有健身房，然后他还有厨房可以让我自己使用，然后他又是电梯的那种公寓，比较可以不靠近马路，比较不会被那些车流给吵到，然后他又离那个 Skytrain 很近。反正我觉得可以住到这间房子，我真的很幸运。然后再来就是我还跟餐厅的常客就是变成朋友，然后他们现在回台湾过年了，所以等他们从台湾回来，他还要带我去滑雪，我这个超级期待，超想要在加拿大温哥华练滑雪的，希望可以练成。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对温哥华打工有什么经验分享，或者是你有什么有兴趣的问题，都可以欢迎来问我。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然后要记得开启小铃铛。